我和竹马同时遇刺，醒来后，竹马失去了记忆，我毫发无损，可亡故多年的祖母灵魂却进了我的身体。这怂货还装失忆骗我乖乖，也就是我死了，不然肯定把他揍得稀里哗啦。我震惊地张大嘴，脑海中还不停传来祖母愤怒的骂声。前世乖乖被宋文景这怂货害死喽，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乖乖，这次你祖父问你选谁当夫君，你千万别选宋文景了啊！要捡就捡宋寒章，这孩子蛮有担当的。下一刻，祖父和几位长辈果然走进了我的房间，4位皇子的画像齐齐放在我面前，让我选一个当夫君。我没有半分犹豫，选了死对头宋寒章。既然祖母说宋文景不爱我，那我就不要他。祖父有些迟疑。西西，你不是说三皇子总欺负你，最不喜欢他了吗？婚约定下就不能更改，你可得好好想想。我祖父是2朝太师，备受当今圣上重视。圣上曾经发话，适龄皇子中谁娶了我，就封谁为太子。宋文景的外祖父也大吃一惊。西西，你不是很喜欢文景，非他不嫁吗？文景如今只是失忆了，你跟他先成亲，说不定过几日他就想起来了。祖母冷哼一声。滚犊子！前世苏林若偷了我家乖乖的首饰，反倒赖我家乖乖仗势欺人，抢他东西。可怜我家心肝呢，什么都没说就被宋文景撵出府了。我的心肝只穿了件单袜子，在雪里头冻那么久，差点冻嘎昏过去。还是宋寒章帮乖乖请了大夫，还打了宋文景一顿，替我家乖乖出气。他虽说话不中听，人倒蛮好。祖母的话让我的心头泛起苦涩。我不知为何祖母总是提起什么前世，可她说的那些事竟像我经历过一样，宛若巨石狠狠压在我心上，让我喘不过气来。宋文景确实心悦苏林若，是我一直死皮赖脸追着他，这才换来他的垂怜。祖父，我想好了，就选三皇子宋寒章。祖父收拾好画卷，点了点头。好，不管你选谁，祖父都支持。我会告诉皇上，2日后皇上就会为你们赐下婚约。祖母终于放下心来，好得很，这次乖乖这肯定能过上好日子嘞。我垂下眉眼，简单梳妆后出府散心，却迎面撞上了我的3个选夫对象。除了宋寒章，几位皇子都在。2皇子手中折扇一挥，好奇问我：西西，今日太师问你要嫁给谁，你怎么说的？5皇子拍了拍2皇子的肩，叹气：当然是4皇兄了。京城谁不知道西西喜欢4皇兄喜欢的不得了。闻言，4皇子宋文景才分给我一个视线。我失忆了，忘记了前3年的事，只知道我的心上人是林若。不过这几日我也听了不少传闻，知道跟你有过情谊。如今婚约既然定下，父命难违，即使如今我不爱你，也还是会娶你。祖母气的声音颤颤：狗崽子啊！前世就装失忆骗我家丫头，娶了家乖乖后，还跟苏林若那坏小娘拉拉扯扯，把我乖乖都气出病来了。又不要脸借我江家势力成为东宫太子，既要又要的狗贼！闻言，我看向宋文景，他神色如常的撒谎。要不是祖母在，我还真要被骗了。我对宋文景情深意重，也曾以为与他是两情相悦，就像3年前我过生辰，他牵着我的手登上了专门为我的建的摘星楼。那时的他眉眼温柔，带着些小心翼翼。西西，我心悦你，我想娶你为妻，好好照顾你。我心中悸动，与他互诉衷肠。3年来，我们虽未曾正式定下婚约，我却将他当成了未来夫婿。没想到，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放下苏林若。他装作一副心悦于我的样子，不过是因为想要借江家的事罢了。如今恐怕是忍不下去了，这才借着遇刺的机会装作失忆，如此才能将苏林若的喜欢放在明面上，又能娶我为妻，得到我江家的支持。都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他倒好，还想轻轻松松就把2个都占了。我抿唇，压下了眼底的讥讽，没有说话。既然他如此，我也不拆穿，我倒要看看后天他知道我选的不是他，会是什么表情。看我不说话，5皇子凑上来小声问道：西西，你当真选了宋文景吗？我嘴唇微勾，赐婚圣旨就在2日后，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随后我越过他们往府外走去，身后传来5皇子艳羡的声音：四哥，西西肯定要嫁给你了。当年你外出赈灾的时候染上了瘟疫，他直接去你府上亲自照顾你，整整3日没合眼，直到你痊愈，怎么可能不喜欢你？是吗？宋文景浅笑，声音飘忽：能得到江小姐青睐，是我的荣幸了。疼痛从心脏缓缓蔓延，眼眶蒙上了薄雾。我咬紧唇，没有哭出来。我爱宋文景，所有人都在背地里说我不矜持，但我从不放在心上。爹娘去世的早，祖父祖母也因为要操持书院异常忙碌，很少回府。我又呆又迟钝，没小孩跟我玩，只有宋文景会带着我一起。我从小就心悦他，
所以在听见他说也心悦我的时候，我激动欢喜，暗自发誓要好好对他。很可惜，他暗藏鬼胎，对我没有一丝真心。江淮西，你等等！一道声音从背后叫住了我，是宋文景。他随意地走到了我面前。你选我当夫君，我会如约娶你，也会给你皇妃的位置。但我希望你能知道，我最爱的人是林若，希望你不要太善妒，更不要干涉我。我盯着他的眼睛，与他对视。你不是记不得我了吗？又怎么会认为我一定会选你？宋文景眉梢微挑。他们都告诉我了，你很爱我，不选我，你要选谁？我苦笑，他还知道我很喜欢他，那他就非要这样碾碎我的真心吗？你不用担心，以后我不会再纠缠你，也不会打扰你，你想如何就如何吧。见我这么果断的就答应他，宋文景微微有些失神。我转身继续往府外走去，他下意识伸手，突然一个姑娘像炮仗一样冲向我，碰撞的冲劲让我狠狠摔倒在地，膝盖磕到了门槛，钻心的疼。苏林若脸色微变，一个劲的弯腰道歉，委委屈屈的上前扶我。对不起，淮西姐姐，你别生气，我不是故意撞倒你的。我没来得及开口，祖母愤怒的声音就占据了整个脑海。前世今生，这小娘们儿不是诬赖害我乖乖，就是装哭赖我乖乖。这种下三滥手段，只有宋文景那个傻子才相信，还来训我乖乖，我呸！瞧见苏林若的眼泪，宋文景果然心疼。林若，没事的，不过就是些小意外，我在呢，没人敢怪你。他一边说，一边温柔地扶起苏林若，转头看向我，声音里含着几分威胁。不过就是被撞了一下，你肯定不会怪林若吧？我的膝盖被磕破，丝丝鲜血顺着腿流了下来，我强忍着痛意站起。苏林若两眼含泪，声音哽咽：“淮西姐姐，对不起，都是我太冒失了，我这就自打嘴巴，让你消气。”随后，他就举起手来，狠狠往自己脸上扇去。宋文景赶快拽住他的手，对我怒目而视：“江淮西，你这是什么意思？林若都说了不是故意的，你为何还要这样欺负人？”祖母更加生气：“你耳朵坏的咧，还是脑壳坏的咧？我家乖乖都没说话，怎么就仗势欺人了？气得我肝疼呢！乖乖赶紧给他们点颜色旺旺，狠狠扇这两个人大耳刮子！”祖母话音刚落，我就径直抬起手，啪啪两下，狠狠扇了苏林若2巴掌。随后，我看向宋文景：“看清楚了吗？这样才算仗势欺人。”苏林若被扇懵了，宋文景也呆住了。江淮西，你真是太过分！我果断抬手，干脆利落地扇了他1巴掌。我顿了一下，想起祖母的话，趁宋文景还没缓过神来，又狠狠扇了1巴掌。这才是过分。宋文景彻底呆住了，傻傻地看着我。从小我就是他的跟屁虫，他说一我不说二，更别说打他。他反应了好一会，才恶狠狠地瞪着我。哦，江淮西，你真是好样的，竟然敢对我动手了！你别后悔。林若，我带你去医馆看看。祖母冷哼一声，还吓唬乖乖不要后悔，笑掉大牙了。哎呦，我的乖乖，刚才那跤摔得重啊，肯定疼的嘞。我垂眸看着不停渗出鲜血的伤口，藏在心底的那些痛苦和委屈，终于忍不住冲到了心头。年幼时，宋文景看见我的伤口，都会心疼的掉眼泪，还会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如今，他对受伤的我视若无睹，还警告我不要为难他的心上人。如此判若两人，如何托付终身？若我真的嫁给他，也不过是重蹈覆辙罢了。我擦干净眼泪，去医馆找大夫帮我医治腿上的伤。刚进大门，我就看见药堂另一边，苏林若和宋文景紧靠在一起，动作满是亲昵。我听见他娇滴滴的声音：“文景哥哥，要是淮西姐姐知道你为了光明正大和我在一起，才故意装失忆的，会不会气疯了呀？”宋文景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头：“他知道也没办法，谁不知道他爱我爱到骨子里？就算我失忆，他还不是眼巴巴地贴上来求着我娶她。”悠悠，你只管吹牛。等到过2天定亲宴上宣布新郎官，你哭得找不着门口。我扯出僵硬的微笑，坐下来包扎。突然，有人传来惊慌的叫喊：“快跑啊！有人拿刀行凶啊！”一句话瞬间惊动了所有人。我顺着人流往外跑，却因为腿伤被挤到了后面，被行凶的病人抓住。他手中刀高高举起，要向我砍来。我毕竟是个女子，力气也实在是小。慌乱中，看见宋文景被这边的动静吸引，我顾不上其他，赶忙大声呼救。宋文景下意识朝我跑来，想要救我，可苏林若却死死抓住他的衣袖。文景哥哥，好吓人，我好害怕，你不要丢下我好吗？宋文景动作放缓，在他停顿的片刻，我的手臂被刀划破，留下一道流血的伤口，痛得我惊呼了一声。祖母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哎呦，怎么办？前世也是人跑到医馆里打劫，这次怎么让我乖乖碰上了？宋文锦个烂怂货，我家乖乖对他那么好，为他几次豁出性命，他居然看着我家乖乖受伤。剧烈的疼痛让我几乎快要晕倒过去，我死死咬住嘴唇保持清醒，随后朝着宋文锦大喊：宋文锦，求你救我，我会死的！可我话刚说出口，苏林若就猛地尖叫起来。一个劫匪看见他们身着华贵，举着刀冲向他们，宋文景立刻把苏林若护在身后，跑出了医馆。我眼睁睁看着宋文景护着心上人逃走，一股强烈的绝望骤然翻滚上心头。我以为就算他不爱我，但我毕竟对他很好，这些年朝夕相处，我面临生死时，他应该能可怜我，出手救我的。刀迎面往我而来，面前的劫匪突然一个踉跄，往边上倒去。宋寒章一拳打倒了与我打斗的病人，揽着我的肩往外跑去。走！哭喊声四起，场面一片混乱。好在巡逻的官兵很快就制服了闹事的劫匪。我还没回过神来，浑身发抖地蹲在墙角。宋寒章为我披上了自己的外衣，目光复杂地看向我，而我强撑着跟他道谢，没有过问他一句。我在医馆受伤，很快就被祖父知道了。祖父怒气冲冲，让宋文景和苏家给个交代。苏家立即将苏林若禁足，又派人给我送了上好的补品作为赔罪礼。宋文景的母妃差点气晕过去，勒令宋文景亲自上门道歉。当晚，宋文景就领着赔礼上门，他随意地把赔礼丢到桌上，看向我的眼神不善。江淮西，今日是我没救你，关林若什么事？你为何要让苏家惩罚他，给他禁足？你是故意的吗？我抬起被纱布层层包裹，还渗出血迹的手臂。看见了吗，宋文成？宋文景抿了抿唇。那你不是还活着吗？大家都知道你是江家的独女，只要你喊一声，就会有许多人来帮。但林若只有我保。你今日不是没看见，他也差点受伤，能不能别那么怨恨他？去求你祖父解了他的禁足，不然我就取消婚约，不娶你了。宋文景话中带着自信和不容拒绝，仿佛认定我会服软。我心中发凉，失望地摇了摇头，对他无话可说。管家，送四皇子出府。管家招手喊来了府上的侍卫，把宋文景请出了太师府。宋文景暴跳如雷，却又只能憋着，最后走时丢下一句：江淮西，你别后悔。翌日，宋文景没有来找我，祖父很重视我的婚事，在府上为我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我身着华美锦衣，头戴珍珠翡翠头面，缓缓来到举办宴会的大堂。宋文景站在大堂中央，身侧的苏林若笑靥如花。我眉梢微挑，有些惊讶，被禁足的苏林若竟还能出现在这。祖母气愤，肯定是宋文景去苏家了，让自己有个身份，让苏家把禁足解了。宋文景冷冷瞥了我一眼，很快就转过了头。宾客交头接耳，四皇子怎么好像不想理江小姐，还跟苏家二小姐那么亲昵？别瞎说，虽然四皇子失忆后只爱苏家二小姐，但江小姐只喜欢四皇子，这婚约啊，肯定是选四皇子。宋寒章眼神如刀地扫了一眼几人，那几人顿时不敢说话了。祖父精神奕奕，牵着我的手：西西，今日是你的定亲宴，与谁定亲这件大事，便由你来宣布吧。好。我浅笑着点头，感觉有一道视线紧紧跟着我，是宋文景。我看向他，嘴角轻勾，他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眼神莫名期待。多谢诸位来参加我的定亲宴，现在我来宣布，我的未婚夫三皇子宋寒章。话音刚落，吵闹的人群瞬间失声，安静下来。二皇子在外从不离身的扇子都惊得掉在了地上。西西，你难道是说错了名字了？你不应该宋文景定下婚约的吗？怎么会是宋寒章？我没说错名字，我选的未来夫君就是宋寒章。我走进宋寒章，将早就准备好作为定情信物的龙凤佩递到他面前。宋寒章没有伸手，只静静地看着我。我咬了咬唇，你不愿意吗？宋寒章神色复杂，过了一会，眼睛弯弯笑了起来。我当然愿意。他接过龙凤佩，细细摩挲一番，随后挂在腰间，朝着祖父行了大礼。我提着的那口气也松了下来。能来参加定亲宴的来宾都有眼力见，不管事情发展是否如他们所愿，都能笑着恭贺。三皇子和江小姐青梅竹马，你看看站在一起多般配啊！我说他们会在一起，你们还不相信？真个是倒头草哎！早先我还听见笑我家乖追着宋文景一点嘎都不晓得怕羞，这下倒又捧起来喽，也不怕烂舌根的现世报。哎呦，谁不相信了？我当时不是附和你来着？我一早就看出来江小姐会跟三皇子在一起了。这也学倒头草，学倒头草。
为了捧人家连脸皮都不要脸。你当我耳朵聋的？刚才还说宋寒章像块冰木头桩子，哪家丫头嫁把他不活受罪？那些假话一被说出口，就被祖母在脑海中狠狠拆了台。听着祖母一句句拆台，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宋寒章微微歪头，疑惑地看着我。突然，我想要调戏他，咽下了原本正经的解释，看着他开口：“因为我好开心，终于能嫁给我的心上人了。”宋寒章瞬间四肢僵硬，呆在原地，耳尖蓦然红了起来。祖母有些揶揄：“这孩子脸皮子这么薄嘞。”没想到一向冷漠，还总会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气我的宋寒章这么容易就害羞了。当年我喜欢追着宋文景跑，是有名的跟屁虫。宋文景的那些小伙伴就趁着宋文景不在，偷偷欺负我，把我推倒在泥坑里。还是宋寒章突然出现，狠狠揍了他们一顿，把他们赶走了。他脸上稚气未退，冷冰冰的拉起我。我刚想开口道歉，他就鼻头一皱，嫌弃开口：“真脏，也蠢，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打回去。与其靠宋文景那笑面虎，还不如靠自己的拳头。”我揪着沾了泥的衣裳，感受着宋寒章的视线，心里不自知的难过，红着脸哭着跑走。不过，虽然宋寒章说的话总是让我生气，可每次我需要帮助时，他总是第一个出现。以前我一直觉得他很坏，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可后来有一次我跟祖母提起这事时，祖母却忍不住笑出声来：“乖乖啊，你还小，不懂什么是口是心非。”之前被宋寒章欺负惯了，突然翻身做主，我更想抓住这机会了。于是我走近一步，看着他：“能娶我为妻，难道你不高兴吗？”自然很高兴，只是我们如今还并未成亲，还需要保持些距离。宋寒章古板开口，但鼻侧的小黑痣却蒙上一层薄薄的汗，就连脸都红了。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发烫的脸颊，宋寒章瞬间愣住，下一秒就抓住了我的手，撇过头：“我带了东西在马车上，我去拿，你等等我。”说完，他就飞快跑走了。祖母压着笑：“这孩子嘴甜点嘎，也蛮讨人欢喜的嘛。”我打心底同意祖母的话，宋寒章刚才那样多可爱，一道难以忽视的视线一直盯着我。我转头，刚好与宋文景对视，他的眼中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苏林若在一旁轻扯他的衣袖，却让他恐怕是看见刚才我和宋寒章的亲昵了。祖母不屑开口：“有些人就是不知好歹，选他的时候不当个宝，不选他了心里又拱得来港得去了。”我勾唇，收回视线，接受来宾的恭维后，我有些疲惫，于是准备离开大堂，去花园歇息一会。我正往外走去，身后却传来宋文景低沉的声音：“怎么是宋寒章？你什么时候喜欢上他了？”四皇子，请问您是以什么身份来质问我的事？但你不是心悦于我，还曾经说过非我不可吗？四皇子，您可别乱说话，坏了我的名声。况且您之前也说过自己失了忆，只爱苏林若，还让我别打扰你们。难不成您又坏了脑子，不记得了？对，分明是他求江淮西别来打扰的，也是他说只爱苏林若的。可是为何在知道江淮西选择宋寒章时，他会失了神智，差点落泪，就好像心头被狠狠挖去一块一般。许久，宋文景才找到声音，开口：“但你说出要嫁给宋寒章后，我心中犯疼。我想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说不定等成亲，我们好好过日子，过一阵子我的失忆就好了。”与此同时，祖母的怒骂声在我脑海中回荡：“不要脸的破烂货，给点脸真把自己当盘菜喽！哼，现在满口瞎话骗我，乖乖，不怕嘴烂的，还真当自己失忆了嘞。”我懒得和他多说，冷笑一声，拆穿了他的表演：“宋文景，你真以为自己装失忆装得很好吗？”宋文景满脸错愕，一时间忘了伪装，声音发颤：“你知道了？你演的真的很差劲。不过我也如了你的意，不会打扰你和苏林若了，所以以后你也别再来打扰我了。”宋文景猛地想要拉住我，却被我狠狠甩开。他又想上前追我，却被苏林若死死拽住。宋文景跟着我追到了花园。那你就选了宋寒章，他什么样，京城人尽皆知。你能不能为了自己考虑考虑？他是什么样我自己清楚，就不饶四皇子费心。我摇头，转身离开。你以为宋寒章就是好人吗？你嫁给他，总有一日会后悔的。不，我不会后悔。脑海中传来祖母赞扬的声音：“不怪是祖母的心肝儿，
我们乖乖不差这小炮子一个，就该把他蹬得远远丢。怎么跑来这儿了？不是让你等等我的吗？身侧传来清冽的声音。你瞧，这花开得正盛。当年我们在国子监时，那花开得跟今日一样。祖父作为太师，我自然有资格进入国子监，与皇子们一同学习。国子监没有玩的地方，休息时我最爱的就是去花园赏花，一般都是宋文景陪我来赏花。有时他不愿来，我独自前往时，总能碰见宋寒章。那时候我不喜欢宋寒章，不仅因为他说话不好听，还因为他对宋文景总抱有敌意，而我是站在宋文景那的，自然与他总争执。只有在赏花的时候，我们才能安安静静地凑在一起，感受花香美丽。宋寒章解下了挂在腰间的龙凤佩，拿在手中摩挲着，眼眸低垂，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感觉他情绪不高，也跟他一样沉默着。过了许久，他终于开口：定亲宴差不多要结束了，你也满意了，有想过何时向众人说清楚吗？什么说清楚？我选的夫君就是你。宋寒章苦笑，缓缓把龙凤佩递到我面前，声音不自觉地带了些哽咽。没事的，我都知道，你喜欢的是宋文景，而我只不过是你气他的工具罢了。你也不用说些谎话哄我，我清楚，等宋文景发现不能失去你，来找你的时，你就会不要我了。他竟然要把定情信物还给我，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气他想偏，气他要退亲，只不过怒火中夹杂着一点愧疚。祖母却乐呵呵地笑了，也欲开口：孩子看起来稳重冷静，没想到还会吃醋哎。我恍然大悟，心中的那团火瞬间熄灭了，接过玉佩，又狠狠塞进他的手中，眼光躲闪。我不给他逃走的机会，紧紧抓着他的手，命令道：看着我。宋寒章一愣，听话地看向我，眼底十分复杂。江淮西，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真的已经决定好了要嫁给我吗？当然，还是说你根本不想娶我？话说一半，宋寒章就紧紧抱住了我，透过衣裳，我感受到他温热的体温，还有他微微颤抖的身体。宋寒章嗓音清冽，带着欢悦：我愿意。7日后就是良辰吉日，也是我和宋寒章大婚之日。昨日过后，我和他的关系突飞猛进，于是今日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同他一起去香山祈福。我们才到香山，就在寺庙门口瞧见了2道熟悉的身影。你为何在这儿？宋文景低声询问。你们男未娶女未嫁都能相约香山，我和我未婚娘子怎么就不能来了？在说到未婚娘子时，宋寒章故意加重声音，得意地看着宋文景。宋文景果然怒上心头，恶狠狠地盯着宋寒章。我同他清清白白，你说话注意点。胆子小的可怜，心里事倒是多得吓人，没担当的蠢货。我赞同地点了点头，随后看都没看一眼，牵着宋寒章进了寺庙。宋寒章拿着寺庙给的红布条，在上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生辰八字。我接过红布条，准备写上自己的，却发现宋寒章早就写上了。我惊讶地看了一眼宋寒章，他耳尖又泛了红，有些不好意思。以前你在生辰宴上说过，我就记住了。我心中长长的，不知应该说些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宋文景，以前他从来不记得我的生辰，总会提前2日给我生辰礼。我跟他提过好多次，甚至在生辰前几日特地告诉他我生辰的具体日子，可他还是记不得，还是会在生辰前2日就把生辰礼送给我。每次他都用记性不好当借口，我也真的相信，任由他去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生辰的前2日刚好是苏林若的生日，所以一个人是否被放在心上，是否被真心对待，是一眼便知的事。宋寒章被我炙热的视线盯得受不了，我去把布条系在姻缘树上。随后他佯装镇定地向姻缘树走去，可同手同脚的步伐却暴露了他内心的慌张。祖母有些发笑，这孩子还怪害羞的，我的乖乖后头福气多着呢。我垂下头，腼腆一笑，一个人站到了我的身边。宋寒，我笑着抬头，刚想喊出宋寒章的名字，却在看见那张脸时停下了。是宋文景。你来干什么？宋文景没在意我的冷淡，自顾自地说着。还有7日你才成亲，你去跟你祖叔和父皇求求情，说你要取消婚约跟我成亲。你祖父那么疼你，肯定会答应的。到时候我立刻就上门下聘。奶奶有些烦躁，怎么还是这个小瘪三儿？哼，真是烦死了。我被气笑了。要我悔婚嫁给你？宋文景，你真是好大的脸啊！被我呛声，宋文景顿了一下，也不恼怒，继续开口。之前是我不该装失忆骗你，不过我现在已经知道不对了。你的手段很有效，你一悔婚，我就娶你。
没想到我今日这么容易就能从宋文景口中听见以前我一直想要听到的"我娶你"3个字。不过很可惜，在医馆，在他护着苏林若，不顾我的生死时，我就彻底不爱他了。我冷笑：你又是装失忆，又是求我别打扰你和苏林若。你的所作所为给我带来的伤害，一句轻飘飘的"我知道不对"就能洗清了吗？我们都知道，皇上说已婚约定太子只是玩笑话，而且你最近也拉拢到右相的吧，更不缺太师府一个，你又为何扯着我不放？宋文景沉默地看着我，他不是很需要太师府助力，但只要一想到我会成为别人的娘子，他心里就翻来覆去的难受。我收回视线，算了，随便你怎么想，但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不会悔婚，更不会嫁给你。以前的事就此打住，以后我不想在私下看见你。四皇子，你该走了。宋文景却一动不动，硬是要站在我身边。这时，宋寒章回来了。真巧啊，皇帝，怎么又见面了？你那好妹妹刚刚在门口可是拉着我问东问西，你这样不准她跟着，可不是君子之风。他们两人眼神交互，好像有闪电般噼里啪啦。宋文景阴沉着脸：你还没成亲，高兴的有些太早了吧？江淮西之前可是一直喜欢我的。宋寒章冷笑：皇帝也说了，西西之前喜欢你，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皇帝不会不知道吧？如今西西最爱的人是我了。皇兄可真是敢说，明明我才是重。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冲上来的苏林若抱住。宋寒章挑衅地看着他：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刚才忘记告诉你了，我用你的名义把苏林若带过来了。你们俩不是情深意重吗？一起出来的，又怎么能分开呢？宋文景推开苏林若，攥着拳头，气急败坏地冲上前想要打宋寒章，却不小心被绊倒，两人齐齐摔倒在地。宋文景，你要干什么？摔倒在地。宋文景，你要干什么？见状，我飞快跑到宋寒章身边，一把推开了宋文景，心疼地把宋寒章拉了起来。宋文景心虚解释：我刚才不小心绊倒了，不是故意的。我却没有理他，只抓着宋寒章仔细检查，发现了他手上被石子蹭破的伤口，心疼地牵着他去找小沙弥要药箱清洗包扎。宋文景也跟着过来，伸出手掌：西西，你看看我也受伤了。我一巴掌扇开他的手，眼里带着熊熊怒火：给我滚，再也别出现在我面前！我从未这样对他说话。宋文景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嘴一张一合想要开口，却又被我生气的样子吓硬生生憋了回去。过了好久，一甩袖，黑着脸离开了。后面我和宋寒章的成亲宴都准备得十分顺畅，我和宋寒章挑选头面首饰，祖母一一评价：这只步摇配你，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显得你更加灵动可爱。祖母声音满是慈爱，连声说我好看，感慨我一瞬间也成了要成亲的大姑娘了。哎呀，这喜服可衬我们西西，美极了，真是天作之合好。在我成亲的重要时候，我本有些惆怅害怕，可祖母一直陪伴在我身边，让我十分安心。7日后，大婚之日，我和宋寒章拜堂成亲。仪式结束后，脑海中传来祖母喜极而泣的声音，向来开朗的声音中竟然带着些颤抖。好啊，竟然还能亲眼望着我乖乖出嫁，我乖乖真别致，这下我也能安心走喽。我心头一紧，想要安慰祖母，却突然想起她好像听不见我的这些话。仪式结束，成亲宴便要开始了。宋寒章刚准备出去安排宾客，却被我拦住。寒章，你今日一大早就忙个不停，坐下来好好歇一会儿吧，我去安排宾客也行的。宋寒章摇头，想站起身来，可看着我不容拒绝的表情，还是笑着答应下来。我点头，走到大堂照料宾客。忙碌间，我听见一声惊呼：“小心，有刺客！”只一刹那，一道剑光闪过，我下意识躲闪，可还是被削落了一缕发丝，一击不成。刺客往我脸上撒了许多白粉，我猛地吸入，头竟然有些发晕。这是剑尖向我刺来，我迟缓躲闪，还是被刺中，鲜血流出，我也支撑不住晕倒了。我一醒来，宋寒章就激动地拉住我的手，声音哽咽：“西西，幸好我来得及时，你只是手臂被轻轻刺中，这次是我不好，以后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他紧紧抱着我，身子竟然有些颤抖。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背，只是有些恍惚，好像失去了些什么。突然，我回过神来，祖母不见了。要是看见我受伤，祖母肯定会心疼地嘘寒问暖。可是，就算我狠狠按了下包扎好的伤口，痛得倒吸凉气，祖母的声音还是没有响起。可能祖母亲眼见到我成亲，知道我以后肯定会幸福，心愿已了，所以离开了吧。可能祖母亲眼见到我成亲，知道我以后肯定会幸福，心愿已了，所以离开了吧。
祖母离开的第3日，祖父带着我和宋寒章去了祖坟，站在祖母坟前，我眼眶微酸，和宋寒章一起烧了许多纸钱。烧完后，祖父摆摆手，还有话要跟你们祖母说，你们先回吧。我和宋寒章应声离开，祖父孤零零地站在坟墓面前，轻叹一口气：“你之前给我托梦，说什么看见了前世，还说我们乖乖被宋文景那混小子欺负了。你实在生气，就用自己的替乖乖换来新的事。本来我还不信，可乖乖还真就突然不喜欢宋文景了。老婆子，是你帮忙的吧？要是你在，肯定又要笑我了。也是，你总是能做出些让我吃惊的事来，我应该信你的。我就怀着的，现在乖乖也嫁给了宋寒章，这可是你亲自选的孙女婿，就算以后我死了，乖乖也会平安的，你这下可以放心了吧？”祖父慢悠悠地说着，一说就说到了天黑。最后，祖父抚摸着墓碑上的名字：“老婆子，我走了，等明年我再来。”时光流逝，5年后，我和宋寒章感情依旧，我们的女儿出生了。祖母的坟前又多了个咿咿呀呀叫唤的小孩。我抱着女儿，拿着女儿的小手放在墓碑上。祖母，这是我们的女儿，叫安安，你看，可不可爱？她也会像我一样平平安安的。小宝真可爱，快些给太祖抱抱。我笑着把襁褓递给祖父，宋寒章也凑了上来，看着女儿，骄傲开口：“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的女儿。”你小子还把功劳揽自己头上了，长。看着他们，我转头看了看墓碑，忍不住笑出声来。那只蝴蝶在我们间盘旋许久，最后摇摇晃晃飞向另一边的花丛。演全是他自个儿演的，我勒个乖，你被这狗崽子骗惨了。路遇匪徒，竹马替我挡刀，身受重伤。我在病床前守着他哭晕过去，醒来却发现祖母的亡魂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萧恒这个狗崽子自己雇人砍自己一刀，算准了角度嘞。前世乖乖被他害得家破人亡，乖乖死在流放路上的那杯毒酒，就是他亲手递的。老婆子，我在地底下憋了3年，这事非得把这狗崽子的皮扒下来。祖母的声音像炸雷一样劈进我脑子里。萧恒替我挡刀的时候，我甚至想过，若他死了，我便随他去了。可祖母却告诉我，这一出英雄救美全是他自导自演。我猛地惊醒，椅子翻倒在地，贴身丫鬟碧桃冲进来喊：“姑娘怎么了？家破人亡，流放。”我看着祖母透明的身影，只觉大脑一片浆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祖母还在骂：“明儿萧恒那狗崽子准吊着胳膊去太师府跪你祖父，就是为了讨那劳什子测问稿看看。那稿子还在你祖父桌上，乖乖傻丫头，你连夜回府把稿子收走，快！再晚这畜生醒了，又装得可怜兮兮，哄你心软。”测问稿，我祖父是2朝太师，备受当今圣上重视。他的测问稿，最近的测问稿只能是那卷电视测问稿，那是电视用的底册。萧恒要这个干什么？下一秒，祖母就解答了我的疑惑。萧恒那狗崽子是替赵元朗那老狐狸卖命的，那天杀的赵元朗，还想要造假名册去参你祖父科举舞弊。乖乖，你可千万别让他们偷走你祖父的稿子啊！科举舞弊，那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混沌的头脑顿时清醒过来。电视测问稿上有我祖父的亲笔字迹和科举答题纲目，不同于普通的手稿，但凡被他们拿走，就会造成泄题的风险。如果他们模仿我祖父的字迹，写下这些考题大纲，分发给科举考生。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腊月的风灌进来，风很冷，也让冷透了我对萧恒那颗炙热的心。前世有个叫陆燕的小书生，在大理寺当差，赵元朗逼他做伪证，咬死你。那小书生也是犟脾气，腿都被打断了也不开口，硬是把乖乖的死罪扛成了流放嘞。可乖乖流放路上还是叫萧恒那杯毒酒要了命，那孩子白挨了一顿打，人也没救下来。老婆子，我想想就恨。乖乖，这一世你去找他，他比萧恒那狗崽子强100倍都不止。我低头回想起萧恒中刀时侧身的那半寸，当时没有察觉，现在想想，刀尖也没有刺中要害，怎么一下子就昏迷过去了呢？我看向病床上脸色苍白、双眼紧闭的萧恒，缓缓走出了房门。必定备车回府。小姐，不等萧公子醒了？门外守着的碧桃很惊讶。不等了。我摇头，回府。碧桃虽然不解，但也没多问。好的，小姐。祖母长出一口气，总算没白跑一趟。
只要远离萧恒这狗崽子，乖乖就能过上好日子嘞。我连夜回了太师府，祖父书房的灯还亮着，我推门进去，走到岸边，抽走那卷电视测问稿，藏进袖中。祖父抬头看了我一眼，稿子散了，拿去装订。他没多问，祖父果然不靠谱。我看着轻而易举就被我拿走的电视测问稿，叹了口气，果然这个家还得我来守护。我将测问稿锁进装匣最底层，钥匙贴身收着。萧恒醒来的第2日，果然带着额角的疤和吊着纱布的右臂来了太师府。一进门，他就跪在祖父面前，声音哽咽：“刺客冲孙儿来的，连累太师府上下，孙儿愧疚难安，愿日日来府上替太师抄录奏章，分忧解难。”我呸！不安好心的白眼狼！要不是我死了，我非把这个狗崽子揍得满地乱爬！我看着祖母透明的拳头穿过萧恒的捆着纱布的手臂，不由有些想笑。祖母还真是打人专往痛处打。祖父红了眼眶：“恒哥儿有心了。”祖父，萧郎伤还没好利索，不必劳烦抄录。祖父思索一瞬，看向萧恒吊着纱布的右臂：“的确，恒哥儿，心意我收到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萧恒抬头看我，右眼眨了一下，他说：“好，那我改日再来。”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没接他的目光。祖母哼了一声：“这狗崽子起疑了。”萧恒走了，祖母在我脑中嘀咕起来：“喂，你去翻翻他送你的那些诗稿，那狗崽子偷你祖父的笔记练字的，给你的诗稿肯定也和你祖父的字迹相像嘞，你快去翻翻。”我坐在窗前，把萧恒从前送我的诗稿全部翻了出来。3年里，他每一首我都留着，厚厚一摞，从前舍不得折角。我拿着祖父的普通手稿做对照，翻开萧恒给我写的情诗，越看越精心。前2年的诗稿字迹还与我祖父的字迹不是特别像，但是越到后面，字迹愈发相像。祖母在一旁惊呼：“等等，乖乖，看后面，纸的后面，那后面好像有东西嘞。”我将信纸翻过来，只见背面边角处零零散散描着几个燕字，一边是我家的姓氏，第2本、第3本，每一本背面都有，有的描了一整行，有的只描了一个。翻到第4本的时候，我停住了，洒金间背面有一行潦草小字：“赵大人命，月底前交稿。”祖母在脑中又说：“乖乖，你快把这些诗稿和你祖的测问稿都带上，还带上我留给你的那只银镯子，去找甜水巷那个陆燕，他前世在大理寺当差，会看笔记，你让他比一比，萧恒描的那些字和你祖父真迹差在哪儿？”我立刻把这些稿子叠好，贴身收起来，将测问稿从装匣底层取出来，裹进包袱里。天擦黑的时候，我揣着祖母那只银镯子和一堆纸稿，从后门翻了出去。腊月的雪彩在脚下咯吱响。甜水巷第3间门口挂着一盏旧灯笼，我抬手敲门，门开了，一个穿青布就袍的年轻男人站在门后，眉眼冷硬，手里捏着卷宗，问我找谁。我从怀里摸出银镯子递过去：“老太太的镯子，认得吗？”他目光停在镯子上，3息，喉结滚动了一下，侧身让开门。进。祖母愣了一瞬，这才反应过来：“乖乖，你个死丫头，听见了也不吱一声。”我抿了抿唇，吱。陆燕疑惑回头，我尴尬地冲她笑了笑：“我想请你帮我比对一下笔记。”陆燕把门关上，带我来到了一间书房。我把诗稿和测问稿摊在桌上。萧恒想偷我祖父的测问稿，伪造证据举报我祖父科举舞弊，这是他给我的诗稿，这是我祖珠的测问稿。你就这么放心的把你祖父的测问稿给我看？陆燕眉头微微皱起。祖母让我来找你的，她说你比萧恒更可靠。面对她的质疑，我不慌不忙。她问出这句话，就证明她还是有一定品行在身上的。而且祖母说他人可靠，我选择听祖母的，祖母只拿我打。你祖母这么相信我？陆燕叹了口气，那我也不能辜负老太太的信任。她盯着这些纸稿，俯身看了半晌，接着她又从书架翻出一本旧卷宗，里头夹着祖父去年批阅的奏章拓本，并排量了量后，她直起身说：“燕字墨笔，一个收锋向内，一个向外，一厘之差，能看出是不同的人写的。”祖母哼了一声：“陆小子倒有双好眼睛。”我把测问稿收回袖中，诗稿留你这儿。我正要走，陆燕突然开口叫住我：“燕小姐。”我疑惑回头，只见陆燕勾唇，语气满是调侃：“你这是3更半夜给陆某人送了一堆情诗？”祖母见此情景，在一旁捂脸怪叫：“哎呦，陆燕这闷葫芦，怎么还调戏起我家乖乖来了？哎呦，我老婆子这也是看走眼了。”我沉默一瞬：“萧恒写给你的，不是我的。”陆燕闷笑一声，从门后摸了一盏旧灯笼递过来，巷口黑，拿着照录。我接过来，提手处磨得发亮。虽然祖母在一旁激动的叽里呱啦，但我也没多想什么，
提着灯笼出了门，雪落在地面上，簌簌作响。从甜水巷回来后，我将测问稿重新锁回了装匣，钥匙塞进了枕头缝里。第二日天刚亮，碧桃端水进来，搁下铜盆，说：“小姐，萧公子的信又来了，放着吧。”我揉了揉眉心，碧桃应了一声。桌上已经摆了几封，按日子排列着。从前我拆他的信，总要挑个清静时候，点一盏灯慢慢看。如今那些信封整整齐齐摞着，我没碰。第三日，信又来了。第四日，碧桃没提信的事，只说萧公子派人送了一标桂花糕来，城西那家的，还温着。祖母冷哼一声，送吃的倒是会挑。上辈子他给乖乖送了多少回桂花糕，每回都加一句少放糖。我家西西不喜甜，装的跟什么绝世大情一样嘞，转头就给我家乖乖递毒酒，真是杀千刀的遭天谴嘞！乖乖死后没几天就娶了公主，这个不要脸的，我呸！纵然已经绝不再爱，但这么多年的情谊，到头来我竟落得这般下场，想想还是觉得心底有些发寒。萧恒此人过于歹毒，我把桂花糕赏了碧桃。第5日，碧桃进来说又来了2封信，我说收着，等事情了一并烧了。第6日，我出门替祖父取书，刚转出巷口就撞见萧恒，他又逼得纱不拆了，只贴了一块膏药在袖子里头，人瘦了一圈，眼下泛青，像是好几夜没合眼。他拦住我，西西，你躲着我。我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他又往前一步，攥住我手腕，你告诉我，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我低头看他的手，从前这双手替我抄过经，替我暖过手炉，替我画过眉，如今我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一字一句，没什么闲话。祖母在脑中喝彩一声，乖乖做得好，咱们不要搭理这晦气玩意。我绕过萧恒往前走，他在身后追上来喊，那刺客的事是我安排的，我认。可我后悔了，西西，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他的话再一次验证了祖母的正确性。祖母冷笑，我呸！这满嘴喷粪的狗东西，一天到晚净胡来嘞！我没有回头。又过了2日，陆燕递了消息过来，东西拿到了。当夜我又去了甜水巷，陆燕把一份卷宗铺在桌上，纸页泛黄，边角卷了。这是什么？我凑过去看，是一份名册的草稿副本，上面用墨笔誊着10几个名字和籍贯，边角处批了5个字，墨笔还不对，笔迹潦草圆熟，看着像是萧恒的手笔。我盯着那5个字看了很久，指腹按在纸面上，一片冰凉。陆燕解释，这份名册上记录的是今年科举考生的名字，赵元朗手上没有你祖父的手稿做对照，他就让老书吏照着萧恒仿照你祖父的笔记描了一份名册底稿。老书吏描完拿给萧恒过目，微横批了这5个字，老书吏留了一手，没有销毁底稿，这就是他们合谋的证据。我正要开口，祖母的声音忽然响起来，又急又重，乖乖啊，乖呀，咱不能高兴太早嘞。萧恒这赖皮鬼要是耍赖，说有人磨了我的字栽赃给我，我们拿他也没辙啊。我攥着纸页的手指收紧了。陆燕像是猜到我在想什么，老书吏的草稿只能做旁证，他若当庭翻供，说这份东西是伪造的，我们拿他没办法。他合上卷宗，看着我，还差一样，让萧恒当着你祖父的面留下他亲手写的笔记，而且要有一个与你们双方都无干系的第3人在场，亲眼看着他写，当场拓印封存。这样，萧恒的笔记要是与老书吏草稿上的字迹一致，就能证明这份草稿不是伪造的了。虽然朝廷有专门验字迹的鉴定师，但是架不住萧恒嘴皮子利索，黑的也能讲成白的。如果按照陆燕说的做，萧恒绝无翻盘可能。祖母补了一句，对了对了，最好是官府的人证，让这赖皮鬼想赖也赖不掉。我抬头看着陆燕，那这个人你能安排？能，你只要把萧恒约到你祖府书房，剩下的事我来办。我点了点头。这陆小子做事倒是一步一步的，靠谱嘞。我站起来要走，陆燕又从桌边拿了一盏旧灯笼递过来，巷口黑，拿着照路。灯笼似曾相识的场景，我愣了一下，想起上次的灯笼我还没还给他。罢了，陆燕也不像是缺灯笼的样子。我接过灯笼，推门出去，雪还在下。回到太师府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祖父书房的灯还亮着，窗纸里透出来的光映在雪地上，昏黄一小片。我推门回了院子，坐在床边想了一炷香的功夫，我起身铺纸研墨，写了一封信。信很短，你之前说要送给我的话裱好了吗？我想看看。写完之后搁下笔，把信纸折好放进信封。信封上写着萧郎亲启4个字，是我从前惯用的落笔方式，工工整整的。可怜我的乖乖，被萧恒这狗崽子吓出阴影来了，手都在抖嘞。祖母心疼地看着我，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确实在抖。一想到祖母说这人害得我们燕家家破人亡，我心底就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恨意。祖母嗓门忽然高了：“乖乖不要怕，天塌下来有我老婆子顶着。”我把信封搁在桌角，站起来吹了灯。黑夜很静，静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我闭上眼，满脑子都是天亮之后的事。那封信送到萧恒手上，他会笑还是会皱眉？祖母说老书立的东西不够定死他，陆燕说要第三方人证当场拓印封存。可我祖父书房的屏风后面藏得下一个人吗？陆燕说的那个第三人会是谁？我这边转转反侧时，萧恒也在书房里急得跳脚。到底是谁泄的密？燕西平日里对我百依百顺，怎么突然就不理我了？不对，这明明不算什么大事，只要我去哄哄他，他肯定会心软原谅我。肯定有人在背后搞鬼，给我查！萧府侍卫领命退下，天还没亮透我就醒了。碧桃推门进来添灯油，我把那封信递给他，送去清平侯府。碧桃接过去，目光在信封上停了一瞬，转身出了院子。祖母在脑中叹气：委屈我们乖乖了，还不能跟这狗崽子翻脸，太叫我老婆子生气了。萧恒下午就来了，他进门的时候手里提着画轴，额角那道疤浅了，气色比我上次见他好了些。他把画轴搁在书案上，解开系绳展开，那幅海棠春睡图重新裱过了，泛黄的地方补了色，并蒂的影子比从前深了一圈。我扯起嘴角：裱得真好。萧恒笑了笑：我特意盯着裱画师傅做的，怕他弄坏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前走了半步，伸手虚虚点了一下画上那朵海棠。这瓣补过色，你仔细看能看出来。他的手就在我眼前伸着，指节分明。祖母在脑中骂道：这狗崽子手伸那么近，是想对我家乖乖做什么？要不是老婆子我手里没刀，我非要剁了这双狗爪子。我不动声色地把茶盏端起来喝了一口，退开半步坐到椅子上。萧恒的手在空中顿了半拍，也收了回去。他坐到我对面，又说：西西，你最近还好？我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挺好的。萧恒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片刻，像是想找出什么东西。突然他笑了：我这几日总想起从前的事，有一回你病了，我替你抄了一整夜药方，手指都磨破了，你醒来看见我的手直流泪。他说完盯着我，祖母在脑中骂了一句：我呸！这么碍眼，怎么不去戏班子里当名角儿嘞？次次求我家乖乖原谅，都说自己磨破手指头，次次都要翻一圈纱布缠上。你问他当时哪只手缠的纱布，这狗崽子指定答不上来。我说：你那时哪只手缠的纱布？萧恒的笑意顿了一瞬，太久了，记不太清了。祖母嗤笑：记不清？他自己的手疼了3天，他自己记不清。他用哪只手写字的，他记不清。撒谎成性的狗崽子！我把茶盏放下，转了个话题：那幅画我收起来了，你若是得闲，帮我看看这封信上的字。我从桌上拿起一封旧信，是祖父和一位同僚的寻常往来信件，上面用茶字印了几个字，其中燕字模糊了大半。我指着那个字说：这个字看不出形了，你帮我认认。萧恒凑过来，接过那封信，低头看了片刻，说：你拿笔来。我把笔递过去，他接的时候右腕自然旋了起来，指节微微偏左，笔尖落下去，描了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最后一笔收锋向外。描到最后一笔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笔尖悬在纸面上方没落下去。萧恒抬头看我，脸上还挂着笑，但眼神不一样了。西西，你叫我来是为了让我描字吗？看来他察觉到了什么。我镇定道：你这几日不是一直想见我吗？我见你了，你不高兴？我把他那幅新画展开，画裱得这么好，总该当面道个谢。萧恒盯着我看了几息，又把头低下去，落下最后一笔。搁下笔的时候，他没有把纸递回来，而是按在掌下，笑着看我。祖母冷声道：这个坏心眼的，你祖父过年叫人宰猪的时候，怎么没把他拉上一去池子里拴拴他一肚子坏心肠嘞？我回了一个微笑。萧恒在试探我，他以为我翻脸了，结果我又把他叫来看画，他拿不准我到底知道多少，又怕我知道了什么。写好了吗？萧恒低头看了一眼那页纸，把纸递过来。我接过去的时候，他忽然开口：西西，你还信我吗？信他个鬼嘞！你之前给我写的诗稿我都信过，但那也是已经过去的事。我把那张纸折好放进袖中，没有再多说一个字。萧恒走后，我关上门，从袖中抽出那张纸重新展开，新描的燕字收锋向外，笔记和诗稿上的和草稿上的一模一样。祖母在脑中长吐一口气：我嘞个乖乖，收集证据也不容易嘞，还得戴着面具跟人讲话，真是辛苦我家乖乖了。我看向屏风后，出来吧。本应该是我祖父和萧恒对峙，但是那个第三人说祖父会引起萧恒的警惕，于是我便代替我祖父出面了。陆燕和另一位黑衣青年从屏风后钻出来。陆兄，
下次可别叫我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儿了啊！黑衣青年拍了拍衣服上被挤出来的褶皱，嘟囔着。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做贼呢。辛苦了。陆燕走过来，展开那张纸看了片刻，将其收进一只木匣里，合上盖子，递给黑衣青年。证据就交给你保管了。好嘞，保证给你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黑衣青年接过木匣子准备走，走之前看了我一眼，笑着调侃陆燕：陆兄，我未来的嫂子这么好看，你藏得太深了。哎呦，未来嫂子，祖母在一旁怪叫，露出诡异又慈祥的微笑。滚滚滚！陆燕没好气的把他轰了出去。见我好奇的目光，陆燕挠头解释：刑部尚书的嫡子，嘴上没个把门的，不要理他说的话。他之前欠我一个人情，放心，做事还是可靠的。这陆家小子连刑部的人都能使唤得动，倒是个能办事的。我起身正要送陆燕离家时，他忽然叫住我：燕姑娘。我抬头看他，他站在门框内，日光从斜照过来，他的半张脸落在了暗处，给人一种别样的感觉。注意安全，赵元朗那边的人不会一直不动。知道。我的内心有些微微触动，已经掌握的证据我全送去了陆燕那儿，可连这2天陆燕那边都没有证据，萧恒也没上门，我有点坐不住。快睡觉的时候还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祖母心疼地安慰我：乖乖别急，相信陆燕。第3日傍晚，萧恒来了，碧桃慌慌张张跑进来说萧恒想见我，我坐在窗前没动。不见得。碧桃出去传话，很快又跑回来。小姐，萧公子说他今日见不到人就不走。急的嘞，怕是听到什么风声了。祖母哼了一声，我走到前院。萧恒，天色晚了，回去吧。西西，你开门！西西，你开门！声音又急又哑，我没开。你听我说，就一句话。你就在那儿说吧。门外停了一下。你和陆燕的事，我都知道了。闻言，我眉心微蹙，他怎么知道的？祖母冷笑：他知道个屁，诈你嘞！乖乖别理他。我靠着门板没出声。萧恒又喊：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去甜水巷多少回了？半夜3更从后门翻出去，你当我的人都是瞎子？他声音越来越高。西西，你从前不是这样的，你从前什么事都跟我说，如今你背着我跟一个外人走这么近。我呸！这臭不要脸的坏心肠狗崽子！我家乖乖干什么还用得着你来管？老婆子我都不管这么宽，你一个外人舔着个厚脸皮就敢伸这么长的手？哎呦喂！我今天非要把这狗爪子给剁了！我隔着门说：萧恒，你在我祖祖书房翻那些手稿的时候，是我背着你，还是你背着我？你在我祖祖书房翻那些手稿的时候，是我背着你，还是你背着我？门外的声音忽然断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知道就算了，回去吧。他没有走，在门口站了很久。碧桃端着灯过来问我加不加衣裳，我说不用。又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西西，你是真的要跟我断了吗？断就断了，当自己是哪根葱嘞？废话一箩筐。我没有答话，他又站了一会儿，脚步声往巷口去了，渐渐远了。碧桃长舒一口气，总算走了，小姐，我们回去吧。我靠着门板站了一会儿才回院子，走到廊下，祖母又开口了：乖乖，他方才说你半夜从后门翻出去，他怎么会知道你半夜翻了墙？你每次出去只有碧桃一个人晓得。碧桃从小跟你长大，上辈子也没出过事儿。萧恒的人不可能天天蹲在后巷守你。对啊，那他怎么知道的？我呢喃，风从眼角灌进来，吹得灯笼里的火苗偏了偏。祖母说：要么是瞎猜的，正好蒙上了；要么，乖乖，明日天亮之前，把你屋里所有东西再数一遍。我没有答话，只是推门进了屋。碧桃跟进来添了灯油，退出去时带上门。我站在屋子中间，目光扫过妆台、书架、针线筐、床头的箱子，没有少什么。可祖母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头。萧恒怎么知道我从后门翻出去的？我打开装匣，测问稿还在底下压着，蓝皮线装。我合上盖子，又把枕头底下的钥匙摸出来，攥在手里。检查完了，东西都在。祖母哼了一声：东西在就好。往后钥匙不要放枕头底下了。我把钥匙塞进装匣暗格里，窗外的天还暗着，离天亮还有很久。翌日，我推门出去，你去灶房门口走一趟，看一眼那个春杏。我绕到后院，经过灶房时，春杏正蹲在井边洗菜，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我一眼，叫了声小姐，又低下头去。祖母哼了一声：这丫头眼睛转得快嘞。
你留意他看你走的哪边。我脚步没停，径直回了院子，让碧桃这几日留意春杏跟什么人走动。没事儿，乖乖。就算春杏是那狗崽子的人，可他也是隔了好几日才来闹的，说明他拿不准你拿了什么。那下一步会做什么呢？我望着天空，喃喃道。正说着，后门响了，碧桃去看了一眼，回来递给我一张纸条。我拆开一看，是陆燕的笔记。赵元朗明日早朝参你族父，已约4名御史联名。你那边的策问稿务必锁好，等我消息。祖母凑过来看了一会儿，骂了一句4名御史，赵元朗这狗东西是把我们燕家往死里整啊！我把纸条烧了，纸灰落进铜盆里。乖乖，相信陆燕，不要怕。我不怕，祖母。那就好。祖母沉默了一会儿。春杏的事情，你可知道一耳？等早朝之后也好，你这边先不动他，他还在，那狗仔和老狐狸就会以为你不知道，他那边就不会节外生枝。我低低应了声。院墙上那棵老槐树的枝条在风里晃了一下，又挺了。书房里，萧恒气得直跺脚。该死的陆燕，给燕西灌了什么迷魂汤？他们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属下劝慰让萧恒安心，说赵元朗赵大人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不管怎样我们都翻不了盘。那边发生的一切我一概不知。天没亮透我就醒了，把测问稿取出来，用包袱皮裹了系在背上，外头披了件斗篷遮住。碧桃端水进来，说刘叔发现今早巷口有几个生面孔，在那里转了2圈又离开了。我系斗篷带子的手顿了一下，吩咐：你今日哪里都不要去，就在府里待着。若有人来问我去哪儿了，就说我在屋里歇着，谁来都不见。碧桃点了点头。我从后门翻出去，天还蒙蒙亮，街上人少。甜水巷第3间门口那盏就灯笼还亮着。我抬手敲门，陆燕开门看见我，目光落在我背上的包袱上，侧身让我进去。我把测问稿从包袱里取出来，搁在桌上。陆燕没多问，从柜中取出那只木匣，打开，之前收集的证据齐齐整整排在里面。检查完后，她合上匣盖，站起身。你在这里等我也，我会先进宫 list。我坐在她书案前，看着日头从窗纸外面一寸一寸升上来，亮白的光落在桌面上，街上的吆喝声断断续续传进来。乖乖，上辈子这时候，你祖父已经被押进大牢了。祖母突然开口，语气复杂。我看着那炽热的阳光，这辈子不会了。祖母哼了一声，那可不，有我老婆在这儿盯着，还有我家乖乖出力，你祖父怎么可能再进去啊？对啊，听着祖母的话，我勾了勾唇。很快，陆燕回来了，她推门进来，风灌进门槛，吹得桌上那张纸哗啦响。赵元朗参了，圣上把折子留中，说明日再议。我顿了一下，刘忠，皇帝没当场批？没有，圣上说让大理寺先查。那祖父呢？太师今日告病没上朝，圣上没有下旨拿人，可赵元朗的人已经去了太师府门口。我攥着袖口没说话。明日早朝，我会把东西递上去。你今夜回去之后不要出门。我点了点头。不要出门。我点了点头。回了太师府，的确看到了刘叔说的门口那几个生面孔，我没有过多理会。我回了院子，坐到窗前，窗外天还亮着。祖母，祖父知道我拿走了测问纸。那老头子心里门清，不开口问罢了。我攥着袖口坐着，窗外的风吹着院墙上的老槐树枝子轻轻晃着。抄家流放，满门抄斩，这一次不要再重复祖母口中上一世的悲剧了。祖母轻声安抚，今夜好好睡一觉，明日天亮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早朝的时候我醒着，碧桃端了水进来说祖父今日身子好了些，一大早就更衣出门了。祖母哼了一声，去好嘞，让你祖父亲眼看看赵元朗那老狐狸的嘴脸。头头升到半空，前院突然被撞开，锦衣卫的铁甲声又重又密，领头那个站在院子中间喊：奉圣谕，太师燕秉德卷入科举舞弊一案，暂押刑部大牢候审，四周仆妇慌乱。祖父从书房出来，被锦衣卫左右架住，经过院子时看见我站在廊下，眼睛看过来停了一下，又偏开了。我攥着廊柱，祖母喊了一声：乖乖别慌，东西在陆燕那儿了嘞。我没有答话，看着祖父被押出前院，白发在风里散开。锦衣卫撤了之后，我回到屋里坐下，祖母开口：别怕，乖乖，上辈子你祖父进了死牢，这辈子进的刑部大牢候审。陆燕把证据都递上去，天黑之前你祖父就能出来。万一皇帝不信呢？怎么可能嘞？皇帝又不是瞎了眼，白纸黑字的证据摆在那里，他还能睁眼说瞎话不成？晌午过了后门响了一下，
碧桃递了张字条进来，我拆开一看，陆燕的笔记，东西已成，等消息。祖母凑过来骂了一句：“这闷葫芦，也不知道多写几个字。”天快黑的时候，刑部一个主事站在门口说太师回府了。我跑到前院，祖父正从轿子里下来，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脸色不太好，腰板还直着。他看见我站了一会儿，开口说：“西西，那个陆燕，那卷测问稿是你给他的？”祖父沉默了一会儿，走进门里，走了2步又停下来，背对着我说：“你祖母当年那碗粥，倒是没白给。”祖母愣了一瞬，笑骂：“为这老犟驴，夸人都不会好好夸。”我关上院门，插销落下来，咔嗒一声。祖母在脑中低低说了一句：“乖乖，你祖父这辈子是从大门口走出来的，不是从死牢抬出来的嘞。”还有春杏那丫头，该拔的刺，明日一早拔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有重蹈覆辙，我们燕家重新活过来了。春杏是祖父回来的当晚走的，碧桃拿了碎银子去造房，说府上是多用不了这么多人。春杏接了包袱从后门走了，头也没回。祖母哼了一声，倒是个利索的。陆燕来的那天是2月初10，碧桃跑进来说陆公子来了，手里捧了只碗。祖母在脑中咦了一声，什么碗？我放下针线到了前厅，祖父已经坐在堂上了，陆燕站在堂下，他把碗搁在桌上，碗沿一道刻痕：欠命还人。当年燕家祖母在寒冬用一碗粥救活了我，现在我来还这份恩情了。祖父放下字条，又看了看那半块碎银，他又看了看陆燕，看着也不像是正经报恩的样子。祖父攥了攥拳头，想着是眼前这小子在朝堂上呈上证据救了自己，最终还是忍了下来。他偏过头：“西西，你出来。”我从屏风后面走出来，陆燕站直了，开口说：“老太太那碗粥，我欠了10年，今日拿这只碗来还她孙女一个人。燕姑娘，你若是愿意，就接这只碗。”他把碗往前推了半寸，祖母笑骂道：“干嘛嘞？哪有人求亲用碗来求的？”说着，祖母又开始着急：“乖乖，接碗嘞！傻站着做什么嘞？”我伸手接了，碗沿那道刻痕抵着我的拇指腹，磨得发亮。粥明日给你盛。陆燕耳朵红透了，点头说好。祖父坐在上手看了我们一眼，没说话，只闷声写自己的毛笔字。祖母在脑中啧了一声：“老犟驴，夸人一句会死嘞。”窗外的日光照进来，落在碗沿上，暖黄一小片。大婚定在2月底，祖母在脑中算日子，2月念2，一嫁娶，好日子嘞。我坐在窗前，窗外日光明晃晃的，碗搁在桌上，碗沿那道刻痕被我抹撒了几天，像捂出了润色。萧恒流放的旨意是2月18下来的。碧桃从外头回来说，囚车一早就出城了，穿囚服，没有家眷送。祖母又说：“乖乖，你心里头怨不怨他？”我说：“不怨了。”不怨就好嘞，怨了一个人也费力气。2月念2，天晴，红绸从太师府门口一直铺到正堂，皇帝字的匾额挂在门头上，金漆还泛着新印的光。我坐在妆台前，碧桃替我梳头。妆台最上层摆着那只粗瓷碗，碗沿刻痕朝外。我把碎玉从碗里拿出来系在腰间红绸上。碧桃说：“姑娘系块破玉也不嫌寒碜。”我说：“不寒碜，其实玉不值钱，值钱的是心意。”推门出去的时候，阳光照在满院红绸上，亮得晃眼。陆燕站在院中间，穿了大红喜服，腰间系着一块旧帕子，怕脚洗得发白。她朝我伸出手来，祖母的声音就在这时响起了，比从前轻了很多，不骂人也不吵架了，带着鼻音：“乖乖，老婆子走了。前世看着你喝那杯酒喊不出声，这辈子总算把该说的说完了。陆家这小子行，那碗粥没白给。乖乖，往后你自己走，别怕，祖母会在天上护着你的。”一只淡金色蝴蝶从红绸间飞出来，落在我凤冠前沿上，停了短短几息，然后振翅飞起，摇摇晃晃穿过满院日光，越飞越远。祖母的声音没有再响，碧桃在廊下喊：“姑娘姑爷该拜堂啦！”